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老沙慢报。2025年，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222万人，创历史新高。中国大学生毕业难、就业难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。但大家有没有好奇一个事儿？这到底是一个中国独有的现象，还是一个全球发展的趋势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毕业生这2年的就业状况怎么样。一篇来自经学人的文章。过去几十年，西方社会的年轻人有一条明确的道路：好好读书，考进大学，毕业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薪资稳定增长，生活天天向上。这套模板几乎成了社会运行的共识。但今天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，这条路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彼岸。这点跟咱们中国一样，过去大学生是香饽饽，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干起了铁人3项。我记得前2年就有一条新闻，北大核物理博士王梦真做了城管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？过去那种只要你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的信仰正在动摇。科技行业曾经是黄金职业的代表，但如今大公司频频裁员。从2022年底开始，全球科技巨头总计裁员超过40万人。政府岗位曾经是稳定和受人尊重的象征，但在许多国家，它正在快速的失去吸引力。这个跟中国就完全相反，毕业后为了考公再苦读3年的也不少。听说在相亲市场，公务员抢手的可怕，工程领域仍然充满创新，只是主舞台从硅谷转向了中国的深圳和上海。法学曾经是高薪的代名词，而现在 AI 已经可以替代初级律师来撰写合同和法律意见书。至于新闻业就更不用说了，完全被新媒体和 AI 蹂躏。从数据看，这一变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，而是系统性的趋势。在美国，22到27岁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，失业率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。问题并不在失业大学生的能力上，而是因为他们初入职场没有经验。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，整个欧盟高等教育背景的年轻人失业率正在逼近同龄人的平均水平。加拿大、日本、英国都呈现类似的趋势，就连斯坦福商学院这样的精英制造厂，2024年也只有80%的毕业生在3个月内找到工作，而在2021年这一比例是91%。不过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太合理，因为2021年刚好是因为疫情就业非常好的一年，应该跟2019年对比。更关键的是收入溢价也在消失。2015年，美国大学毕业生的中位收入比高中毕业生高出69%，而到了2023年，这一差距缩小到50%，就连职业满意度的差距也在缩小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大学毕业生比非毕业生表示自己非常满意工作的比例常年高出7个百分点，如今只剩下了3个百分点。这种变化来自于整个教育的回报机制出现了问题。原本教育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，但现在这项投资的收益率正在降低。而一旦一个群体在努力之后没有换来期望中的回报，社会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。彼得·塔尔钦在其精英过剩理论中指出，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动荡往往是因为反精英群体的崛起，他们接受了精英的训练，却没有得到精英该有的待遇。1848年欧洲革命的部分原因就是受教育过度的男性太多了，这群人在革命中可以担任意见领袖，完成组织工作。今天我们看到的愤怒青年就是愤青，并非没有文化，恰恰是那些自认聪明的人却被边缘化。他们可能成不了革命者，但可以成为键盘侠和阴谋论的支持者。那问题出在哪了呢？一种解释是大学扩招之后质量下降了，当象牙塔不再象牙，学生变得不够聪明，毕业证就变得不值钱了。匹兹堡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大量文科学生甚至读不懂狄更新的《荒凉山庄》，第一句话就能把人搞晕。我问了一下 ChatGPT 第一句话是什么，英文好的朋友可以自我检测一下：大学有太多的水课，录取了不该录取的人，毕业生的边际价值自然缩水。但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，历史上也存在大学生数量和收入溢价同时上升的时候，说明人太多本身并不是问题。斯坦福、牛津、剑桥的学生依旧很聪明，关键不是供给端的学生素质下降，而是需求端出了问题。旧金山联储的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，
大学毕业生的价值正在被技术的普及而稀释，很多原本只能由大学生做的工作，现在普通人也能做了。过去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会用电脑，而今天人人都有智能手机，人人都会做个 PPT， 使用各种各样的软件。技术门槛的下降，职位自然不需要学历的筛选。英地的网站的数据显示，美国绝大多数行业的学历要求都在下降。这点很有趣因为中国的情况好像很不一样，越来越多的基础岗位要求本科甚至是研究生学历。所以大家知道需求端变化和供给过剩的区别了吧？即便总量减少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在专业服务行业中占比反而上升。更要命的是曾经最倚重大学生的行业，如法律、金融、保险，如今正在缩水。在欧盟，2009到2024年，15到24岁的青年在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6%。在美国，法律服务岗位总数与2006年几乎持平。你看，需要大学生的岗位正在缺失，不需要大学生的岗位又在被非大学生攻占，大学生难呀。英国尤其典型，过去最聪明的大学生梦想进入投行，现在投行不再扩招，而在收缩。在热播剧《Industry》中，讲述了一群伦敦银行职场新人的故事。到了第3季已经有不少人被淘汰出局了，现实只会比剧情更加无情。这一切的背后当然有 AI 的作用，但并不是全部的解释。事实上，这些趋势早在 ChatGPT 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真正重要的是行业本身的衰退，并购活动减少，律师的需求自然减少。金融行业从4代危机之后长期萎缩，年轻人自然失去了主战场。而这也解释了美国大学入学人数为何持续的下滑。2013到2022年，美国本科学院的注册人数下降了 5%， 年轻人正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。相反，在法国、爱尔兰这些大学学费低廉的国家，学生人数却仍然在上升。OECD 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除了美国之外，发达国家大学注册人数从10年前的2800万上升到3100万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选对了方向，艺术、人文、社会科学这些就业回报最差的专业反而在不断增长。最让人费解的是新闻学专业的注册人数也在上涨。一个正在失去经济话语权的群体，居然在争相学习被 AI 和社交媒体摧毁的最彻底的行业。这并不是职业规划，而更像是一种集体的自我安慰。当大学不再代表阶层的跃升，当学历不再有保障，当努力不再等于回报，社会将不得不重新定义上大学的意义。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线。看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的日子也不好过，虽然他们还远远没有中国的就业市场糟糕，但大学生难找工作绝对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。说到这儿，我也想提一下最近宣布暂停直播的张雪峰，他的存在就帮助学生解决专业选择的问题。老师高中的时候成绩还算凑合吧，虽然学校不算我们那里最好的，但起码我从来没有考过班级第2。但现在回想起那时候好像也觉得努力学习的意义不大，因为我在高考结束的时候并没有目标学校，甚至连选什么专业也不清楚。最后还是问了一个我们家里在大学教书的亲戚，随便选了一个他推荐的学校和专业。至于后面的就业怎么样，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或有前途的工作，根本就不清楚。未来是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，就业市场经济结构更是会千变万化，但需要课程的调整却非常的缓慢。尤其是咱们中国的学生，好不容易熬过了高考，到底该选什么专业，或者到底该不该去上这个大学，是每一个家长和孩子都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每一个能看到这的人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随手给一个点赞、评论或转发来支持我一下。当然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视频了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